最后一场测试，跑完今晚，明天正式上线。沈慕瑶第一幕被毒死，丞相寿宴遇害，沈清慈殉情，二皇子谋反，温将军战死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全员毕业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每个人都像被剧情推着去死，玩家根本没有选择感。悲剧可以让人难受，但不能让角色死得没有意义。所以今晚这场测试，重点就是查人物动机和结局逻辑。尤其是沈慕瑶，他掌握最多线索，却在第一幕就被一碗药写死，后面的灾祸也因此没人阻止。可她只是个不受宠的庶女，就算活下来又能做什么？只要第一个人不按剧本走，后面的死局就可能全部改变。这是哪儿？我刚才不是在浮生阁测本吗？慕瑶小姐，该喝药了。沈慕瑶，进长安里丞相府那个第一幕就出局的庶女。原版设定里，沈慕瑶是沈怀远的庶女，因沈夫人不许她入族谱，府中只叫慕瑶小姐。我进了本里，成了第一个死亡节点。慕瑶小姐，该喝药了。夫人说了，药要趁热喝，补药里混了慢性毒，不能硬碰硬，得让她自己露破绽。这药谁煎的？自然是厨房煎的，夫人特意吩咐的。翠儿，你离近些，我刚醒，手没力气，你替我吹凉。奴婢手粗，怕污了小姐的药。你怕脏了药，还是怕碰了药？小姐说笑了。那就放这儿，你去请大夫。不能请大夫。为什么？奴婢是说夫人已经请过。第一句口供有了。小姐要做什么？你这么忠心，陪我一起确认这是不是补药。第一关，从这碗药开始。小姐，夫人若问起来，奴婢怎么回？照实回你会没命，撒谎回我会没命。先活过今天，再查清谁要我们死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替罪羊，我也不是夫人的靶子。只要第一个人不按剧本走，命运就会出现裂缝。慕瑶，你怎么下床了？你的身子还没好。娘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最近西院有没有来过陌生人，或者多出什么东西？陌生人倒没有，只是刘妈妈昨日让人送来几捆柴，说夫人体恤我们。娘，这些柴不能烧，里面有油味儿，是不是夫人要害我们？先别声张，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对外只说我闻到柴火便咳嗽，要把柴全部搬出去晾晒。慕瑶，你以前从不敢查这些。以前我们总想着忍过去，可有些人只会把忍让当成软弱。小姐，真有人想放火，把门关好。我们现在去告诉老爷，这些东西在西院被发现，沈夫人完全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准备的。物证只能证明有人准备纵火，不能证明是谁准备的。我们还需要人证。难道等他们真的来放火？不是等他们放火，是让他们以为一切还在按计划进行。今晚守株待兔。小姐，奴婢陪你。帮我盯进院门，剩下的我来。沈夫人，你补的第二刀，我会让你自己接触。奴婢方才去账房打听过，刘妈妈今日确实领了一壶灯油，说是给夫人的佛龛添油。领油记录还在吗？在，账房闭账前才归档。很好，油不油壶领油记录都有了。接下来只差来放火的人。你守院门，不要硬拦，看清人，摇铜铃。小姐以前从不查这些，活命也要讲证据。奴婢明白，今晚听小姐的。小姐，奴婢腿都软了。腿软可以，铃别掉，听见我喊就摇铃，不要拦。你的任务只是让家丁听见。王婆子，深夜提油进柴房，是要给谁暖房？小姐看错了，奴婢是来查柴火受没受潮。查柴火要带油，这是防虫的。巧了，柴堆底下也有防虫的。来人，西院进贼了！是慕瑶小姐陷害我。你说我陷害，那就把油壶和油布送去账房验，看看油是不是夫人院里今日领走的那一批。账房确实寄了刘妈妈领油，说是擦佛龛用。我只是奉命搬东西，不知道别的。好，那就去父亲面前说清楚，把他押去正厅，今夜所有证据全部封存。若你没有发现，我们今晚是不是都会死？不会了，王婆子已经招了，夫人这次逃不掉了。王婆子只供出了刘妈妈，真正擅长设局的人会提前给自己留下退路。老爷，请您立刻去正厅。走吧。王婆子，你再说一遍，是谁让你去西院放火？是刘妈妈，是她让奴婢去的。老爷明鉴，奴婢领油是给夫人佛龛用的。王婆子偷走油壶纵火，见事情败露，想攀要奴婢，分明是你告诉我，烧死也没人追查。可有人听见我说过这些话？慕瑶，可你若因为心中有怨，便把所有事都算到我头上，未免太让人……女儿不求父亲现在相信任何人，女儿只相信证据。刘妈妈，油壶丢了，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？奴婢没有留意，老爷是妾身管教不严，刘妈妈办事疏忽，才让王婆子钻了空子，但不能凭一面之词定罪。母说的对，不能只凭一面之词定，所以请夫人查城南药铺的小厮。
老爷，刘妈妈还威胁奴婢，若小姐不喝药，就把奴婢一家赶出府。夫人好心送药，竟被他们说成谋害。封存证据，明日验药。刘妈妈在事情查清前不得离开院子。西院的人搬到东侧客院。此事若与你无关，查清后自然会还你清白。妾身明白。姐姐在看什么？江南游记。等嫁进将军府，便只能想想了。嫁给温将军是姐姐自己想要的吗？婚事是父亲定的，想不想又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。姐姐的人生总要先让自己知道想要什么，等你真正想清楚，再由你自己说出来。想把娘困在心也该定下来。伙计失败，寿宴一定有新的局。老爷，温将军的先行官到了，说温将军今日便入府拜寿。温义安提前了，那个循环17次的人要出现了。节点提前了，原本的死局不会等我慢慢准备。温义安应该快到了。镇北将军温义安到。末将温义安恭贺丞相大人寿辰。温将军不必多礼，快请坐。他在看我。这场宴我已经吃过17次了。温将军说笑了，明日才是丞相大人的60寿宴，哪来的17次？是啊，说笑了。17次，他说的是17次循环，他真的记得所有的一切。你也觉得很可笑，对不对？他在对我说话，他知道我能看懂。他一定发现了我的不同。原来的沈慕瑶在第一幕就死了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寿宴上。沈慕瑶，温将军，你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按照以往，你在3天前就已经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着你死过17次，每一次都是那碗药。温将军，如果我说我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循环，你信吗？你刚才听到我说17次，一点都不惊讶。惊讶，但不能在满堂宾客面前露出来。原来的沈慕瑶做不到，所以你来试探我。是，他前17次都没有走到这场宴，你活着就是最大的破绽。那你要揭穿我吗？我只想知道，你是不是新的变数？如果我是呢？那我会抓住你，不是抓住这次机会。先说好，我不是神，也不包赢。17次里，我最缺的不是神，是一个还肯相信能赢的人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互相信任。你知道循环，也知道我看过你死去，现在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叫苏念，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在那里，进长安是一套沉浸式剧本，我是带玩家进故事的 DM。所以我的17次痛苦，只是你们桌上的一页纸。不是，剧本写了节点，但你们的感情和选择都是真的。你能记住17次循环，就说明你不是纸上的木偶。那为什么我每次改，结局都会绕回去？因为这个世界有命运修正力，它像旧剧本的惯性，会把关键人物推回原来的死局。怎么破？3条规则。第一，我只能说节点和方向，不能把全部答案直接道出来。若你强说，会失声，甚至被剧情反噬。刚才我想说出张嬷嬷袖中藏什么，喉咙就像被线勒住。第2条呢？证据必须由你们自己查出来，拿出来认下来，否则修正力会把它判成外来干预。第3条，我不能替任何人活。沈清慈要自己说不嫁，李承则要自己放下兵变，你也要自己决定不再用牺牲破局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第一步，保住丞相。寿宴上，皇后身边的张嬷嬷会递一杯问题酒，她会诱发救急，事后很难追查。你要当场揭穿？要，但不能靠我含有问题。我要人证物证，流程都站得住。说计划。你以北京军中近来有人被要害为由，带军医赴宴，酒到丞相手里之前，先请人按礼验封，再验杯沿和酒渣。张嬷嬷背后是谁？别说了。看，他不让我直接说，所以你的人要去查偏厅香囊药粉来源，查到之后才是真正的证据。我明白，你给方向，我去拿证据。对，你控场，我引导，功劳不必给我，危险也不能全给我。凡是会危及你性命的事，先告诉我。成交。你刚才说，只有角色自己做选择，死局才会失效。那你呢？你在这个世界是角色还是操控者？我以为我是来改剧本的。可你也会怕，会犹豫，会舍不得。你不是站在棋盘外的人。也许我也是被卷进来的角色。那你也该有选择，而不是只负责救人。等大家都安全了，我再想我的选择。别太晚，
17次循环教会我一件事，来不及说的话最伤人。记下了，温将军。第3次我提前抓张嬷嬷，皇后换了侍酒太监。第7次我带丞相出城，半路遇伏。第12次我封府，丞相仍在夜里旧疾发作，所以不能只拦那杯酒，要证明有人长期布局。若是诱发救急的药，毒性不烈，普通银针未必有反应，所以不用银针。陈军医，你有办法验同源药粉吗？有，军中查过类似药害，用黄藤粉入酒，若混有乌骨散会泛青，杯盐残渣也能验。那属下负责盯张嬷嬷，你盯人，我控场。苏念只负责提醒时机。还不够，要给沈夫人留一个自以为能脱身的口子。你想让她跳出来？对，她越急着撇清，越会暴露和张嬷嬷的联系。慕瑶，你今日脸色不好。青瓷姐姐，我想问你一句真话，温将军这门婚事是你想要的吗？不是。那你要学会说出来，不是今天，也可以明天，但一定要从你自己口中说。可我怕父亲失望。父亲会不会失望是他的情绪，你要不要嫁是你的人生。慕瑶，你像是突然长大了。我只是见过太多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。那我试一次，若父亲真的不答应呢？我陪你想办法，但我不替你决定。你对沈青瓷说的话，我听林墨转述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？不会，17次里，她每次都笑着嫁过来，又在失去父亲后崩溃。也许她从来不该被推上那条路。所以我们改的不是婚约，是她的选择权。苏念，明日寿宴，我会护你。你护住场面就好，我不需要被藏起来。好，你站出来，我站在你身后。丞相大人，皇后娘娘赐寿酒一杯，祝大人福寿安康。替老臣谢皇后娘娘。父亲，且慢。慕瑶，今日满堂贵客，不许胡闹。正因为满堂贵客，皇后赐酒更该按礼验封。温将军从北境带回军医，近日正查军中要害，何不一并验过，也显得父亲谨慎不失礼。皇后赐酒验封，倒也合规。丞相大人若不介意，臣愿让随行军医验一验，若无事，也能堵住流言。验。大人，此酒混有乌骨散，少量服用不立刻发作，却会诱发旧疾，数日后查不出酒中来源。老奴不知道，这是宫中御酒。搜托盘和袖带，按理不伤人。将军，药粉与杯盐残渣气味一致。大胆奴才，竟敢借皇后名义作乱！来人，先拖下去。母亲为何这么急？张嬷嬷还没说她今日进府后见过谁。让他说。老奴只在偏厅歇过脚。偏厅是谁安排的？回小姐，是刘妈妈。奴婢还看见刘妈妈给张嬷嬷递过一只香囊。一个丫鬟的话也能信？香囊在何处？被刘妈妈收回夫人院里了。搜夫人院，搜到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席。老爷，你宁愿信一个庶女，也不信我。我不是要父亲信我，我是要父亲信证据。丞相大人，事涉皇后赐酒，臣建议即刻封存酒杯、药粉、托盘和张嬷嬷口供，由京兆府与御史台共同留档。照办。第一条大线没被硬改掉，丞相活着，皇后的手也露出来了，但这只是开局，真正的反扑还在后面。慕瑶，你今日让为父很意外。女儿也怕，只是若不说，父亲会有危险。你从哪里学来这些查证手段？北境军中近来查要害，臣曾与沈小姐提过几句。
沈小姐心细，才留了心。温将军为何帮他？因为他没有借机攀咬，只要求验明证据，这样的人值得帮。沈慕瑶，今日之后若有人再动西院，你直接来找我。女儿记住了。父亲不是突然辞世，只是证据让他不得不看见我。够了，第一步够了。慕瑶，你怎么知道那杯酒有毒？女儿看到张嬷嬷端酒时手在发抖，觉得不对劲儿。你从小胆子就小，今天却敢当着满堂宾客的面站出来，你变了。父亲，女儿只是不想失去您。今天的事，为父记在心里了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父亲也早些歇息。慕瑶，父亲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为父。好，谢谢父亲。那个贱丫头，她怎么可能知道酒里有毒？夫人，会不会是张嬷嬷那边走漏了风声？哼，张嬷嬷跟了我20年，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点那个丫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张嬷嬷知道的太多了，她不能活着进大牢。夫人的意思是，今晚就办。另外，沈慕瑶那边给我盯紧了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给她撑腰。第一步完成了，丞相活下来了，但皇后那边，张嬷嬷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，没有牵扯出皇后。接下来的关键，沈清慈的婚事。剧本里，丞相死后，沈清慈绝望殉情。现在丞相活着，但如果他被迫嫁给温宜安，依然会走上那条路。我得让他自己做出选择，但我不能直接告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每次我想说出关键剧情，喉咙就会发紧。一步一步来，先让青瓷姐姐想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明天该去找李承泽了。夫人，香囊已经处理了，可张嬷嬷被京兆府看得很紧。哼，她不敢咬我。那慕瑶小姐呢？她从前连抬头看我都不敢，如今忽然会查证据，会当众说话，背后必有人教。温将军不止，他知道的太准，像提前看过每一步。夫人的意思是盯住他，别急着动手。他越想救别人，就越容易露出软肘。柳姨娘还有沈清慈，一个庶女偏要替嫡女谈自由，真以为这府里人人都能按自己心意活？呀，对不起，慢点儿。青瓷姐姐让你出来买笔墨。慕瑶小姐，小姐这几日一直在写东西，说是你鼓励她的。她愿意写就好。婉月，你记住，3日后二皇子府赏花宴，若让你端茶，你不要靠近主位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能说太细，你只要信我，杯盏不是最要紧的，人平安才要紧。我记住了。丞相府庶女沈慕瑶，你拿我母妃旧案求见，胆子不小。殿下，我不是来讨赏的，我想请你放弃谋逆计划。谁告诉你的？说不出来，还是不敢说？不是不敢，是说不出。这个世界不让我直接把答案塞到殿下手里。少拿怪力乱神糊弄本王。那我只给方向。淑妃娘娘旧案里有一个本该死去的内侍还活着。殿下若真想查，先查当年替淑妃收敛的人，再查城南施粥名册和破庙香火账。你让我自己查？是，证据必须由殿下自己找到，才不会被说成我这个庶女凭空编造。若查到的东西能翻案呢？走御史台、宗正寺和朝堂公开审理，不要私下动兵，不要让无辜的人替旧案陪葬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听？因为殿下想给母亲讨回公道，不是想把她的名字拖进新的血债里。明日午时之前，我会派人去查。若你骗我，丞相府保不住你。若我没骗殿下，也请殿下先停手3日。等我见到证据，再谈条件。小姐，你又在写故事啦？别偷看，我又看不懂。对了，小姐，昨天我在街上碰到慕瑶小姐了，她说改天来找你聊天。慕瑶最近确实不一样了，
以前他见了我连话都不敢多说，现在倒像换了个人。青瓷姐姐，慕瑶，你来了，坐。姐姐在写东西，能让我看看吗？写得真好，这是游记。随便写写的，就是想象自己去了那些地方。姐姐，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去那些地方看看？我马上就要嫁人了，哪有机会？如果你不嫁呢？啊！慕瑶小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小姐和温将军的婚事是老爷定的。姐姐，我不是乱说，我想问你，嫁给温将军是你自己想要的吗？不是。小姐，温将军是好人，但我对他没有那种感情。我只想写我的文章，看我想看的风景。可是所有人都说女子就该嫁人生子。姐姐，你的人生不该被别人定义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嫁，就去跟父亲说。爹爹不会同意的。你试过吗？姐姐，经历了昨天的事，父亲看淡了很多，也许他比你想象的更开明。让我再想想。我写江南，其实我没去过江南，每一页都是想象。那就让想象变成计划。第一步列路程，第二步准备银钱，第三步找可信女伴。小姐，我可以跟着，我会嬷嬷，也会记账。可我若走了，别人会说我不守妇道，别人也会说花开得太早，鸟叫得太吵。难道花和鸟都要停下来？你这话不像规格里教出来的。那就当是天外来客教我的。慕瑶小姐又说奇怪的话了，记住就行。你们不是谁的附属线，你们也有自己的主线。婉月，停下！殿下恕罪，末将方才挡路，惊了这位姑娘。奴婢失仪，请殿下责罚。起来吧，杯没碎，人也没伤，何必大动干戈？二皇子今日脾气倒好。本王只是忽然觉得迁怒一个丫鬟很没意思。刚才若林墨没接住，婉月会出事。原剧情里，玉杯碎了，李承则借题发作，婉月被重罚，沈清帝因此彻底崩溃。现在李承则自己收手了，这就是规则。角色主动改变选择，修正力就少一分。你们说的修正力我听不懂，但方才那一刻，我确实想起你说的话。哪一句？不要让无辜的人替旧案陪葬。殿下查过城南线索了？查了，施州明仓里有姓李的老人，每月15去破庙翻香。我的人跟过去，见到了他。他愿意见殿下？他不信我，只信淑妃旧物。明日破庙，我亲自去。殿下的人呢？城外案先暂缓3日，但有人不服。今晚已经有人劝我先动手。这就是第二个选择。殿下若压不住自己的人，公开翻案就会变成谋逆。所以我约你们来是要借温将军复出时一道案令，谁敢煽动，按军法处置。可以，但证据找到后，必须由你、我御史台3方封存。好，证据不只握在我一个人手里。殿下，老奴等了20年，若不是殿下查到施州名单，老奴不敢现身。你为什么不早出来？皇后派人追查，老奴若死了，证据也没了。密信、血书、太医院药册都在这里。现在有机会，但必须验真。你不信？不是不信，是要让别人无话可说。笔记要找翰林旧档比对，药册要找太医院存档，李公公的身份要由宗正室确认。我会请御史台的人暗中到场，今日先封存证据。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是因为那个修正力？也是因为殿下必须自己走到这里，只有你自己找到证据，才算你自己的选择。好，我按规矩来。慕瑶，我想好了，我不嫁温将军。小姐，真的要跟老爷说吗？要说，若我不说，谁也不会知道我不愿意。这句话比任何计划都重要。可我怕父亲动怒，怕也去。你不是为了反抗父亲，而是为了让父亲认识真正的你。小姐，我陪你。好，父亲，女儿想退婚。你可知道退婚意味着什么？外头会说沈家失信，也会说你不知好歹。知道，可女儿若带着不愿嫁过去，才是真的亏欠温将军，也亏欠沈家。你不嫁又想做什么？写书、游艺，记录这世间的人和事。女儿不是要逃离沈家，是想活成自己。是你教她的？姐姐自己的话，女儿只是陪她走到门口。父亲，我求的不是任性。温家不肯，我愿亲自致歉。若外界议论，我也愿自己承担。威家的脸面也要顾。女儿明白，女儿只求父亲先听见我的话。好，明日我去温家谈，结果如何，你们都要承受。女儿不后悔。他终于说出口了。父亲没有立刻答应，只说明日来温家谈。
这已经是第一步。17次循环里，他每次嫁进将军府都在笑，可眼神从来没有亮过。我不想再看第18次。退婚会牵动两家脸面，那就让这件事体面落地，不是沈清慈悔婚，也不是温家被羞辱，而是两家共同承认婚约不合适。你愿意亲自去说？愿意，但第一句话必须由他自己说。他已经说了，接下来我们只帮他把门打开。温家与沈家的婚约是老夫当年亲口定下，今日谈退婚是沈家失礼。丞相大人言重，婚约若让两个人都不自在，守着才是失礼。温将军不怪他，沈小姐能亲自来说已经很勇敢，臣也不愿用一纸婚书困住她。温将军，对不起。沈小姐不必道歉，你有想走的路，我尊重。外界若问起缘由呢？就说北境事务未定，温家暂不议亲。沈小姐专心侍奉父亲，整理家中旧高，两家共同退婚，不互相攀咬。这样既保住两家体面，也给青枝姐姐留出路。好，退婚书由两家共同写。多谢父亲，多谢温将军。小姐，成了，成了。但以后要走的路也要我自己走。姐姐准备先去哪里？先写完江南，再真正去江南。我陪小姐去，我会嬷嬷，也会记账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没写完的地方。第一条死局不是被我砸碎的，是他自己走出来的。皇后党羽已经知道我在查旧案，今日有人劝我并必别去朝会，这是威胁，也是试探。若我怕了，他明日就会说证据都是我伪造的。所以明日第一步不是直接控告皇后，而是请皇上核验封条。封条由御史台、宗正寺、二皇子府三方签押。皇后若说伪造，就等于同时质疑三方。他会转而说我谋逆。那就先交出你暂停案线的手令，证明你主动收束兵马，不是蓄意作乱。若朝上有人动武，我会以护驾名义控场，不拔刀，不先伤人。真正站得住的翻案，靠的是证据，不是刀兵。越克制，越让皇后没处借题。明白，我要的是公道，不是新的罪名。我的意思是，越克制越站得住。明日你不要进殿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庶女，混进去反而给皇后借口。你不甘心？不，我不是每一场都要站在台前。DM 最重要的是让角色自己完成选择。17次里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我们真的能赢。不是赢，是把每个人从原来的死局里拉出来。苏念，你会怕吗？怕，但比起怕，我更想看到你们明天之后的样子。什么样子？活着，有选择，有未来。父皇，儿臣请查20年前淑妃巫蛊旧案。旧案早有定论，承泽，你今日在册封太子的大朝会上翻旧案，是何居心？儿臣先交遗物。二皇子已于3日前命城外旧部撤回原职，不得擅动。此令有温将军副手。先布案线，再撤兵洗白，难道不是更可疑？娘娘若说可疑，可请兵部核验兵马是否有异动。今日只论旧案证据。开匣。这药册为何缺了一页？回陛下，当年登记册被重铸，不是重铸，是皇后宫中女官取走。老奴藏下的是抄录副本，边角有太医院旧印。一个逃奴的话也能信？臣疑信与皇后早年批复笔记一致，药册副本的指印也与太医院旧档相符。陛下，温宜安手握北境军，二皇子又有旧部，臣怀疑今日是他们联手逼宫。臣愿当殿解下片件，以证无逼宫之意。但请你也说明，他昨夜为何收皇后宫中密函？这是在宫门立检时结下的，请陛下过目。哼，皇后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妾是被人陷害。父皇，儿臣不要任何人的命，儿臣只求公开还母妃清白，让当年涉案之人交由3死审理。皇后即日起幽禁冷宫，交出宫印，涉案宫人押审，皇后党羽暂停职务，后续查实者按律论罪。陛下圣明。第一局赢得干净。结果呢？皇后幽禁，3司会诊，没有当场处置，也没有让他党阁借题发行。沈慕瑶，我母妃的牌位可以重回宗庙了。恭喜殿下。我不会谋逆了，但若朝堂日后有人再用旧案威胁我，我还是会反击。反击可以，但走阳光下的路。记住了，剩下一条线，北境。殿下以为自己会高兴？我想了20年，以为皇后倒下那一刻我会痛快，可现在只觉得空。因为公道不是把过去抹掉，它只是让你不用再被过去拖着往深渊走。那以后呢？以后你要证明淑妃娘娘的儿子不是只会复仇的人。你总喜欢把话说得像刀，割完又给人包扎。职业习惯。DM 温宜安告诉我一点，他说你来自很远的地方，不是要挟，是变数。殿下信？我信结果。你让我的人撤了，让婉月活了，也让我母妃重见天日。至于你从哪里来，我不追问。多谢。若有一天你要走，告诉我一声，我欠你一份送别礼。温宜安，你日记里写第17次循环的时候，北狄入侵比前几次都早了1个月。对，每次循环，北狄入侵的时间好像有些都在加速。你觉得是因为我们改变了太多剧情，命运在用更大的灾难来修正？
有可能皇后倒了，朝廷内乱的因素消除了，但北狄不会因为朝廷稳定就不打过来。剧本里北狄入侵是在皇后倒位期1个月后，他们趁朝廷换血、军心不稳的时候动手。现在朝廷没有内乱，但北狄可能会找别的借口。我们得提前准备。你的军队现在在哪儿？主力驻扎在北境，我回京述职，只带了300亲卫。那你得尽快回北境。如果北狄真的提前动手，你必须在那里。苏念，你叫我什么？苏念，这是你在那个世界的名字，对吧？对。我想叫你的真名。沈慕瑶是剧本里的角色，但你不是，你是苏念。节点提前了，原本的死局不会等我慢慢准备。陆先生，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，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不用，我在这等他。苏念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快回来好不好？我们都等你，店还等你回来把新版上线。婉月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小姐让我来送点心的，说是谢谢你上次救我。不用谢，举手之劳。林将军，你每天都练武吗？好厉害！我从小就想学武，可是我家小姐说女孩子不用学这些。林将军，这是教武还是借机收徒？苏姑娘别误会，婉月姑娘说想学自保。小姐要出远门，我总不能只会哭。学得好，以后遇事先保自己，再帮别人。我教她3招，够躲开普通人。林将军，你是不是嫌我笨？不是，我是怕你累。那就6招。这条支线不该只为主角的悲剧服务，他们也该有自己的热闹和未来。路上小心，到了北京给我写信。你在长安也要小心。沈夫人虽然失势了，但她不会善罢甘休。放心，我能应付。若沈夫人再动手，拿她去将军府找管家。林默留了2个人在城中，不会打扰你，只负责传信。你这是保护还是监视？保护，但你若不愿，我收回。你学得很快，保护也要先问。因为你不是我的任务。那我是什么？将军，时辰到了，等我回来再回答。好，你先平安回来。等我回来。慕瑶，我决定了，先去江南，再去蜀地，一路上把看到的、听到的都写下来。好，等你写成书了，我第一个买。小姐，你真的不带我去吗？你留在长安，我听说你最近在跟林将军学武。我就是学点防身术。慕瑶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敢迈出这一步。是你自己勇敢，快走吧，别误了马车。提敌北境一切安好，但赤喜报告北狄近日频繁调兵，暂时安全，说明战争迟早会来。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回拉。不管了，在这里的事还没做完，我不能回去。小姐，北京800里急报，温将军说北狄10万大军压境了。急报什么时候到的？今早刚递进宫，朝廷正在议事调兵。来了，剧本里温宜安战死的那场大战，我绝不能让这个结局发生。父亲，北京情况如何？很糟，温将军只有5万人马，援军最快也要20天才能到。父亲，我要去北境。胡闹，那是战场。温将军救过我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懂兵法，也了解北狄的作战方式，能帮上忙。你跟你娘一样倔。我让苏副将带牵兵护送你，记住，一切听温将军安排，不许逞强。我答应你。谁让你来的？这里太危险了！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温将军，末将奉丞相之命护送苏小姐前来，300牵兵已在营外待命。简直是儿戏。温宜安，我知道北达的伏兵位置和所有计策，你需要我。跟我进来，先吃点东西休息。将军，敌军变阵了。这和苏姑娘说的不一样。命运修正力开始改题了，他知道我们在背答案。那就不背答案，按赤鞘时报打。原剧本里黑风谷是决战地，不代表现在也只能在那里。北狄变阵，说明怕伏击的人会选择能随时撤退的路线。青石峡进可攻城，退可回草原。传令，须守黑风谷，暗部密侯不许冒进，所有消息双线核验。还有，北狄会假意议和，不要拒绝的太硬，也不要答应的太快，让他们以为我们粮草紧张，愿意谈。父亲，北境军需吃紧，女儿想组织长安书堂募捐棉衣和药材。你一个姑娘家掺和军务？不是军务，是民间义助。若父亲觉得不妥，我就以书和名义做，不挂沈家名号。小姐已经列好账册了，每一笔进出都能查。去做吧，账册送到我这里备一份。谢谢父亲。你今日没有慌？慌了也没用，原剧情只能提供底线，不能代替你们判断。这句话很好，不能代替我们判断。苏念，你不是来操控我们的。我只是把你们原本被剧本拿走的可能性
还回来。那接下来就让我自己打一仗给你看。好，我只做你的军师，不做你的答案。将军，北狄派使者求见，说愿意退兵换粮草，可能真缺，也可能想探我们虚实。让使者明日入营，知军2人，不带兵器，谈判地点设在外帐，外帐3层警戒。还有一句话，别让他们看出你已经猜到青石峡。哼，我会装得像个急于求和的人。将军装得像吗？属下闭嘴。王爷也不想拖到朝廷援军来之前吧？听说你们粮草只剩10日，粮可以谈，但我要你们先退出青石峡。王爷说笑。他们主力就在青石溪。青石峡主攻黑风谷阳洞，北狄以为我们信了和谈，明夜会趁雾前进。那就切补给，不拼正面，北狄3路变阵，粮队必定拖在后面。林默带轻骑断粮道，第1营守峡口，第2营从北坡截退路。所有人记住，不追击散兵，不扩大战线。领命。这次不是剧本告诉我的，是我们自己推出来的。所以修正力拦不住。林将军，粮队来了，人数比预估多1倍，不硬冲，先解马再夺车。记住，将军说过，不恋战。若敌军护粮主力反扑，那就把他们往东坡带，那里有第2道绊马索。有埋伏，护粮，放烟箭！将军，林将军劫粮成功，但北狄主帅没有回救，反而直扑峡口。他放弃粮队了？不，他想赌一次，趁我们分兵拿下峡口。原剧本里他用假投降杀你，现在改成用林默牵制你。那我不去救林默，林默有退路。我若离开峡口，才是中计。你信他，他也会信你。传令，峡口点火墙，弓弩待命，只守不追。文言，敢不敢出来一战？你缺粮缺马，想用激将计换决战，可惜我不急。大晋将军只会缩在墙后，别被他带节奏。放心，3日内退兵交还边民，你们可全军离境。若再进半步，我只断你们水源，不和你拼命。将军，这样会不会不够痛快？营帐不是为了痛快，是为了少死人。这才是你真正改写命运的地方。我王愿退兵，但请大晋归还被扣粮车。粮车是你们越境所得，凭什么还？粮车不还，伤兵可以领走，边民必须交回。这不是和谈，是羞辱。真正羞辱你们的是你们主帅把粮队当弃子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再拖1日，军心先散。你是谁？我的军师。温义安，我可以退兵，但你要放我体面离开。体面是自己挣的，交人退兵3年不犯境，这是底线。哼！主帅若又想拿暗器赌命，就太久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给你靠近我的机会，也不会用你的命换一场热闹的胜利。我签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将军，我们赢了！赢了。温义安，你没有按照原剧情接受投降，也没有用仇恨补一个结局。多谢王爷救我们回来。该谢的人不止我，林默断粮道，苏姑娘定计，诸位自己也撑到了今天。将军，别夸我，婉月看不到。我会替你写信。那能不能写我很英勇？写他差点被敌军包了。将军！又开始了。越多结局被改写，我和这个世界的牵连越弱。白玉簪会把我带回现实。多久？我不知道。那就把剩下的每一天都过成真的。好。温义安，如果我走了，你不许再困在过去。我答应，但我也会找你。2个世界不是说快就快。你能来，是因为你相信他们都该有新结局。我去找你，也会有我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我想亲口告诉你，我活下来了。你不去和他们一起喝一碗？军令还没完全解除，主将不能先送。以前17次，你也这么累吗？以前更累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输，却不知道还能怎么赢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不是所有答案都在剧本里。苏念，我有话想说，但我不想让你有负担。你说。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救了我，也不是因为你知道结局，是因为你让我相信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被写死的。我也喜欢你，可我迟早要回去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说
喜欢不该变成绑住你的理由。我只是想在你还在的时候诚实一次。那我也诚实一次，我喜欢你，也舍不得你。这一句够我撑很久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来的正好，汤留下，人走。属下遵命。苏姑娘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只看到将军终于像个人了。林默，耶！他胆子越来越大。挺好，说明这个世界真的在变好。温一安从来没有凯旋过，这是他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长安。林将军，你回来啦！温一安大破北敌，功功伯仲，朕封你为镇北王，10亿万户。谢陛下隆恩。李承则辅佐有功，封咸亲王，辅佐太子李政。谢父皇，恭喜温将军，不该叫镇北王了。同喜咸亲王。沈木由那丫头呢？在府里休息，怎没什么，就是想说一声谢谢。如果不是她，我现在大概已经死在谋反的路上了。她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看什么？青瓷姐姐的信，她到江南了，说那边的风景很美，已经写了3万字的游记。她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还有林默和婉月。林默今天跟我说，他想向婉月提亲。那小子终于开窍了。是啊，所有人都在变好。怎么了？温一安，我最近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，头晕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有时候手指会变得透明。你看，变得透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个世界待不了脚太久了，我的身体在把我往回拉。多久？也许几天，也许几个月，我说不准。皇后党羽清得很慢，父皇顾忌朝局，不会1日之内全部处置。这是好事，越慢越不容易被反噬。我以前只想要一个痛快，痛快常常会留下后患，所以我来谢你们，也来告别。太子要我进正事堂，我会盯着旧案后续。殿下现在不像反派了，反派就是走错路但还没走到底的人。那你记着，我不会再走回去。若你走偏，我会提醒。温一安，你提醒人的方式太硬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翻译。各项指标稳定，暂时没有器质性损伤。他像是陷入了很深的意识封闭。有没有办法唤醒？家属和朋友可以多和他说话，播放熟悉声音。我们继续观察。苏念，店里都好，小丽能独立带本了。你别急着担心现实，但也别把自己困太久。你说过 DM 不能替角色做选择，那你也一样，别为了任何人牺牲自己。泽宇，你听得到吗？别为了任何人牺牲自己。现实在拉我回去，原来我不是没有代价。沈清辞退婚后要有书竹支撑，李承则要继续走正道，北境和谈要有文书约束。温一安要学会没有我也好好活。昨晚没睡，我梦到现实了，我可能很快要走。我不问你能不能留下，我只问今天想做什么。想去看长安，不是剧情节点里的长安，是你生活过的长安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你不难过？难过，但难过不能浪费今天。那个是什么？好漂亮！糖花，想吃？要一个凤凰的。好甜。你在那个世界没有这些东西？有，但没有人陪我一起吃。以后我陪你。温一安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世界里，我带过30多场进长安，每一次到结局我都会哭。为什么哭？因为所有人都走向悲剧，你死了，青瓷死了，林默死了，婉月死了。每次我都在想，如果我能改变结局就好了。所以你来了。所以我来了。现在你们都活着，都幸福，我很满足。苏念，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？我想过，但我的身体不允许。我能感觉到，我在这个世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那就让我多抱一会儿。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。温一安，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快乐，我能感觉到快乐。这册子卖得好，说是一个闺阁女子写的，却比许多游记有灵气。一本给我，一本给你。一本给你，一本寄去北境军中，让他们知道，打仗守住的不只是城墙，还有这样的人间。
愿所有困在院墙里的人都有看见远方的一天。他真的做到了。因为你让他先问了自己想要什么，是他自己答出来的。那我也问问自己，问什么？如果远方是你的世界，我想不想去？答案呢？想，但我不会丢下这里一团乱去追你。我要把这里安顿好。节点提前了，原本的死局不会等我慢慢准备。婉月，我没什么钱，也不会说好听的话，但我这辈子只想对你一个人好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恭喜恭喜！好好对他。将军放心，林默和婉月在一起了，青瓷姐姐在游历天下，李承泽在辅佐太子，所有人都有了好的归宿。你呢？我？苏念，嫁给我。什么？我知道你可能随时会离开，但在你离开之前，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，哪怕只有一天。温一安，我不想让你将来更难过。比起将来难过，才后悔没有问出这句话。苏念，好，我嫁给你。别哭，这是好事。谁哭了？苏念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温一安的妻子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苏念的丈夫。这是我让人做的，送给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手里攥着一只碎了的玉簪，我让工匠照着碎片的样子重新做了一只。谢谢你。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不后悔认识你。如果我明天就走，你不能封府找我，也不能迁怒别人。我答应。如果白玉簪没有反应，你要继续处理北境朝堂朋友们的事。我答应。如果有一天你来我的世界，你要守我的规则，不能用权势，也不能用武力解决现代问题。我答应。那我也有一条。你说。你回去以后，不许把我当成一场梦，也不许为了想我不吃饭不睡觉。你管得还挺远。夫妻之间合理管辖。好，我答应。姑娘想要什么？龙、凤、兔子都有。要一只狐狸。为什么是狐狸？像你，看着冷，其实很会装。我在北运的名声是被你一句话毁了。小夫妻感情真好。多谢，借您吉言。以前我带本的时候，总觉得长安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场景。现在呢？现在每条街都有人在认真生活，所以我更不想它只是一个 B1 背景。你已经改了？不，是你们自己改了。我只是提醒你们，除了原结局，还有别的门。如果你回去，我会继续守这些门。我相信你。苏念，拿着它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来我的世界，拿着这只簪子来找我，只要你拿着它，我一定能认出你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这个我带走，在我的世界里，看到它像看到你。苏念，再等等好不好？再多留一天。我也想，但我控制不了。苏念，文怡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。不要走，好好活着，带着我们的回忆，幸福的活下去。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但我也会去找你。我等你。苏念，我会找到你的，等我。苏念，你醒了，医生。我回来了。意识恢复，先别激动，再观察2天。你昏睡了3个月，店里没垮，小林也没哭太久，你可以放心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。
朋友之间不用说这个，你回来就好。我经历的事，可能很难解释。那就等你能说的时候再说。我们是合伙人，也是朋友，不是审讯关系。谢谢你。不过有一件事必须现在说。什么？以后再做沉浸测试，安全协地加3倍，道具灯、监控、急救预案全都重写。陆老板上线了。你差点把我的王牌 DM 弄丢，我当然要上线。不是吗？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不知道泽宇哥这3个月多吓人，排班表做得像作战图。因为有人一睡不醒，店差点停摆。辛苦你们。少煽情，你的工位还在，但这周不许上强度。我想看看晋长安文档。你昏迷期间，原结局从温一安战死弹死开始变成乱码，我没敢动。姐，这是不是技术故障？不是，是他们活下来了。你可以不说穿越细节，但我要知道这个本还能不能上线。能，但要重写。原版太像把角色推向死亡，玩家哭完也只剩压抑。你想改成什么？改成全员有选择，不是谁救谁，而是每个人自己走出原来的死局。商业上可行，情感上更高级。那我给你2周，不，给你1个月。我想先带一场内部版。可以，但你身体撑不住就停。成交。泽宇，有件事我必须讲清楚。你说。我和温一安。停，我从头到尾只是你的合伙人和朋友，不用向我交代感情选择。那就好。我只关心一件事。什么？如果他真来现实，身份证明、住处、工作合规全部不能糊弄。你真的信？我信你，但故事可以齐，现实流程不能糊弄。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。有人被困在17次循环里，以为自己只能输；有人被婚约困住，以为自己只能嫁；有人被旧案困住，以为自己只能报复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们遇到一个 DM， 他不是神，也不能替他们活，他只是告诉他们原结局是唯一答案。所以这个本不是传统哭本。会哭，但不是为了绝望而哭。你们哭完，要相信人可以从既定命运里走出来。内部测试通过，问题也有。说。前半部分信息量太大，女主开挂感还在，你要给每个破局增加代价。比如，他救丞相会被沈夫人盯上，他劝李承泽得面对他部下反弹，北京站不能够靠答案赢，这些我都写进去。放心，陆老板只负责赚钱和吐槽。这才对，这阵仗，开店3年第一次见。是吗？那得加场了。已经排到下周了。对了，有个从外地来的玩家说只想你一个人给他带，而且只要他一个人玩。包场？什么时候？他说不急，等你有空就行。挺有礼貌的一个人，穿着黑色风衣，戴着帽子。行，排上吧。温一安手里有一只白玉簪，如果他真的能来这个世界，他会拿着那只簪子来找我，但这不可能，对吧？一个剧本里的角色怎么可能来到现实世界？温一安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节点提前了，原本的死局不会等我慢慢准备。找到了，神秘客人只留了一个姓温，没有手机号，只在线上付了全款。你觉得是恶剧吗？我先按安全流程者处理，单人包场，门外留员工，监控开着，紧急按钮在你手边。你什么时候这么细？泽宇，如果真的是他，那更要安全，奇迹也不能绕过消防和监控。你真的很适合当现实线的逻辑担当。谢谢，别谢我恋爱脑就行。欢迎来到浮生阁，你想玩进长安？对，我想听你讲这个故事。那我们开始。好，长安城6月初3，丞相府张灯结彩。今天是丞相的60大寿，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一场阴谋正在暗中酝酿。镇北将军温一安27岁，战功赫赫，但没有人知道他已经经历了17次一模一样的人生。他看着所有人死去，却无力改变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不该活着的人活了。他们在桃花树下许下约定，他把传家的玉佩给了他，他把白玉簪留给了他。他说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然后白光降临，他消失了。他站在桃花树下，手里攥着那只白玉簪，说：我会找到你的，等我。你说什么？苏念，我遵守约定来找你了。你说过
只要我拿着这只簪子，你就一定能认出我。温妮，验过信物，再认人。你怎么学会现代衣服的？白玉簪带我来时，城里有人把我当拍戏迷路，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夜，他们联系不到家属，只能暂时把我送到救助站。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是不能说自己从大境来。你受苦了。不苦。这里的人虽然听不懂我说长安，但给了我热水和面包。你怎么找到浮生阁？我记得你说过，若有一天来找你，就带着白玉簪去浮生阁。苏念，我没有忘。欢迎回来，不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这位是温逸安。好，先确认3件事：第一，他从哪里来，现在说不清；第二，不能立刻对外曝光；第三，现实身份必须合规。我愿配合。你先以特邀 NPC 体验演员的身份做内部测试，不签正式劳动合同，不公开报酬，住宿先住我名下空房，登记为临时照看人员。泽宇，别感动，真出了事，我店也保不住。多谢陆老板，叫我泽阳就行。还有，现代社会不能随便带兵器，不能翻墙，不能用轻功吓顾客。他说的对。失忆无名人员的临时登记，我咨询过公益律师，流程很长，但能走。我们不伪造身份证，不编假户口。若查不到我的过去，那就按现实规则一点一点补材料。医院体检、社区登记、律师见证、派出所备案，慢但干净。这比一句自动生成身份靠谱多了。你也知道啊，我不想成为你的麻烦。你不是麻烦，只是我们要把奇迹落到现实里。这些铁车都不拴马，竟能自己跑。以后慢慢教你。第一课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第二课呢？不要在街上拔剑，也不要把外卖骑手当赤席。记住了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温逸安。我遵守约定，来找你了。后续社区会跟进，别急着让他从事公开演出和商业活动，资料不完整，流程要慢慢补。明白，我们会握手或者点头就行。多谢，好好适应，有困难找社区，别自己硬扛。在这里，一个人要背很多纸证明存在。听着荒唐，但这是保护你，也是保护别人。我们不走捷径，才不会留下隐患。我会学会让这个世界承认我，也学会尊重他。这个小盒子怎么会说话，还能看到人的脸？这叫手机。来，我教你，这个是屏幕，用手指点这里。别怕别怕，就是个通知声。这东西比北狄的暗器还难对付。你堂堂镇北王，怕一个手机？我不怕，我只是不习惯。这是什么？黑色的水。可乐，甜的，有气泡，你尝尝。这水会咬人？那叫碳酸，不是咬人。喜欢吗？还行，甜的。他真的来了，他真的在我身边，这不是梦。这个人的铠甲是假的，真正的铠甲比这重3倍。这是演戏，跟我们带剧本杀一样，都是表演。原来你们这个世界也有人演戏。对啊，而且你以后也可以演。什么意思？泽宇说了，欢迎你来浮生阁当 DM， 你对晋长安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。好，如果能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故事，我愿意。第一，不随便评价路人的衣着，记下了。第二，遇到警察叔叔要配合，不许说本王。我现在不是王。第三，不能因为外卖迟到就怀疑对方叛变。这条可以删吗？不可以。第四，尊重每个人的边界。这条你自己加的？你的世界很大，我不能用旧习惯闯进去。那我也加一条。什么？不要因为他不懂现代就笑太久。这条请写粗一点。欢迎来到晋长安，我是你们今天的 DM 温逸安。你跟剧本里的男主同名？巧合。他站在城墙上，看着长安城第17次陷入战火，
他已经不记得绝望是什么感觉了，因为绝望太久，就变成了麻木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放弃了，就没有人记得那些死去的人。谢谢。第一次带本就这么厉害？毕竟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温一安，你这水平，直接上金牌 DM 没问题。多谢。泽宇，以后我和温一安搭档带晋长安怎么样？求之不得，你们两个一起带，那效果绝对炸裂。优点是陈进强，缺点是温老师太认真。玩家说向向真的被将军训了。我只是要求他们不要随意牺牲队友。玩家是来体验的，不是来参军的。你可以把命令改成引导，比如你确定要这样选吗？不要说军法处置。明白。现代 DM 不能压迫玩家。温老师学习能力好强。还有一点，不能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吓玩家。可那是事实。事实也要转化成故事，不是直接把伤口摊给别人。懂了，我们不是让玩家替我难过，是让他们看见选择。他站在桃花树下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。他知道，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他骑在马上，回头看了他最后一眼。他在心里说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娶你。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吗？在一起了。他跨越了整个世界，来到了他身边。因为他答应过他。满分，全部满分。你们两个搭档带本简直是神仙组合。真的？网上已经有人在发帖了，说浮生阁有一对神仙 CP-DM， 演绎晋长安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。本来就是亲身经历。以后我们每周搭档带3场，怎么样？听你的。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？很好，虽然没有长安的桃花，但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说情话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苏念姐，我想问，那个将军等到他了吗？等到了，但他不是靠等，是把自己的世界安顿好以后走向他。所以不是恋爱脑？我们店禁止恋爱脑宣传，主打双向成长。对，爱不是放弃人生，是让彼此的人生更完整。那我懂了，我会推荐朋友来玩。欢迎，但记得预约。预约是什么？就是现代世界的拜帖。这解释好懂。一个人来玩，刚分手，想找个地方待着。想聊聊吗？他说我不够好，说我配不上他。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？不是，你很好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不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姑娘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什么故事？从前有一个将军，他经历了17次同样的人生，每一次他爱的人都会离开他。他以为是自己不够好，所以留不住任何人。后来呢？后来他明白了，不是他不够好，是时机不对。真正对的人出现的时候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谢谢你们，我会好起来的。会的，你值得被好好爱。下次我带朋友一起来玩。谢谢苏念姐，谢谢温一安哥，随时欢迎。他会没事的。这就是我们做的事，用故事治愈人心，比打仗有意义多了。你以前可是镇北王呢。镇北王保护的是一座城，但在这里，我们保护的是每一个人的心。以后这类玩家要加一条提示：我们能陪伴，但不能替代专业帮助。我同意，复盘话术也要改，不说你一定会好，改成你可以寻求帮助，也值得被支持。在我们那里，伤兵要送军医，不能只靠同袍安慰。
很好，就用这个比喻写进培训。温老师现代化的很快，因为我不想用好意造成新的伤害。这句也写进培训手册。陆老板，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素材？合格老板要物尽其用。苏念姐，听说你醒了，我们特意来的。还有人说你现在带的版本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是不一样了，因为我找到了真正的结局。真正的结局不是所有人都走向悲剧吗？不是，真正的结局是所有人都活了下来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温逸安，我的搭档，也是我的爱人。等等，温逸安跟剧本里的男主同名？不只是同名，这是我玩过最好的一场本，没有之一。苏念姐，你们的故事比任何剧本都动人。因为这不是剧本，这是我们真实经历过的人生。我们想众筹给晋长安做纪念周边，可以吗？可以讨论，但不能用角色苦难做噱头，也不能把沈清慈、李承泽他们做成任人消费的标签。那做什么？做选择卡，每张卡写一个角色主动改变命运的瞬间，比如沈清慈说出不嫁，李承泽交出暗令，温逸安选择和谈。哼，还有陆泽宇要求合归。这个不必。我觉得可以，比单纯卖眼泪高级。苏念姐，怎么才能把角色演得像真的一样？我每次带本都觉得自己在念台词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，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自己的梦想和恐惧。你不是在演他，你是在成为他。每个角色都有灵魂，当你真心去理解他、尊重他的时候，你的演绎自然就会打动人。可是有些角色的结局很惨，我每次演到那里都很难受。难受是对的，说明你真的投入了感情。但记住，作为 DM， 你不只是演绎悲剧，你还可以引导玩家去思考、去感受、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苏念，你有没有想过把你们的故事写成一个新剧本？新剧本？对，一个关于 DM 穿越进剧本，改写角色命运的故事，我觉得会很受欢迎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我跟温逸安商量一下。去吧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如果玩家强行要走 B1 怎么办？可以让他承担后果，但不能羞辱玩家。给选择，也给代价。比如他牺牲队友，就让队友角色离席，而不是用旁白骂他。重点是机制，不是说教。那女主是不是太像救世主？新版里她不是救世主，她给信息做陪伴，关键选择必须由角色自己做。我就是例子，若最后仍想靠牺牲赢，苏念救不了我。懂了，不是强行 HE， 是让每个人主动走出原来的结局。不是每个人都大团圆，而是每个人都有尊严地走向自己的路。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呢？一个 DM 穿越进了自己带过的剧本，然后发现所有角色都有自己的意识和情感。他要做的不是改写剧本，而是帮助每个角色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对，重点不是改变命运，而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就像你对沈清慈做的那样，你没有替他做决定，只是引导他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尊重、引导、陪伴、成长，这就是 DM 的真正意义。也是你教会我的。那这个剧本的名字就叫《跨越时空的爱》，怎么样？好，今天先到这里吧，明天继续。好，去睡吧。温逸安，我很开心，能和你一起做喜欢的事儿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也是。第一幕毒药局，第二幕循环者现身，第三幕角色选择，第四幕现实回响。这里要加一句规则：修正力不是坏人，他更像旧剧本的惯性。对，这样就不会显得玄乎。还有，我不想把北境写成我一个人赢，那就写成团队推演，林墨结良、沈清除木雾、李承泽稳朝堂都有用。这样好，胜利不是主角的独享。
你真的变了很多。因为你让我看见，活着不是独自背着所有人往前走。这句我要写进去。版权归我吗？归我们共同创作。温逸安，你快来看！不是梦，现实也被改写了一点。是青瓷姐姐写的，她真的写成书了。青瓷，她过得很好，他们都过得很好。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镇北王大婚那日，长安城万人空巷，百姓们都说，将军等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等到了他的新娘。青瓷把我们的故事也写进去了。新娘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将军爱她，胜过爱这天下。温逸安，我们的故事被记住了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有人记得我们。这就够了。你看这个干什么？陆泽宇说现代工作要签合同，我得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。先生第一次工作？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工作。那祝你顺利。这个也买？买。我们做沉浸内容，不能只会讲故事，还要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保护人。你的世界把保护写得很细。因为真正的保护不是喊口号，是流程、边界和责任。我喜欢这个世界的麻烦，它让人不必只靠硬撑。苏念，这个本儿太好了。你觉得可以上架？可以上架，但先内测。现实线不能只靠填，要有审核、身份和经营压力。什么时候可以首演？准备1周吧，道具、场景、音效都要重新做。首演那天，你们2个一起带。好，你看这个像不像你给我的那个？像，但没有真的好看。这是道具啦，给玩家用的。这个角色是以我为原型写的？对啊，经历了无数次循环的孤独英雄，最终跨越次元找到了爱人，怎么样？很好，但有一点不对。哪里？不是孤独英雄，是被一个勇敢的女孩拯救的笨蛋。修改意见卡了3个点：问题9不能写得过细，战争场面不能渲染，跨世界身份不能宣扬逃避现实。问题要线保留证据链，战争改成策略博弈，跨世界加现实合规。那我的匕首桥段删细节，保留袖中暗器被识破。可以，重点是我没有再靠仇恨处理它。对，安全边界不是削弱故事，是逼我们写得更高级。这句话我爱听，明天交2审稿。2审是什么？现代世界的三司会诊。那我们准备证据。欢迎来到跨越时空的爱。这是一个关于勇气、关于选择、关于爱可以跨越一切距离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灵魂，请你们用心去感受他们，理解他们，陪伴他们走完这段旅程。太感动了，我从来没玩过这么好的本。最后男主跨越次元来找女主那段，我哭得停不下来。苏念姐、温逸安哥，你们的演绎太真实了，感觉你们就是故事里的人。谢谢大家，希望这个故事能让你们相信，爱可以跨越一切距离。全部满分，而且已经有30多个人预约了下一场。苏念，你们火了！太好了！这只是开始，这只是开始。完播率高，但有玩家反馈前10集信息太密。短剧需要钩子，但不能让观众喘不过气。古代部分可以把解释拆进冲突里，比如不要一口气讲规则，而是让规则在婉约、轻语、
李承泽身上验证。温老师已经会说观众喘不过气了？我听你们开会学的。那就调，第一波毒药局保留，第二波把规则后移。还有，陆泽宇角色不用增加感情戏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你写成专业老板了。很好，符合本人气质。两位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不想玩了。是他不想玩，我无所谓。你们是好朋友吧？闹别扭了？他说我太敏感了，我只是关心他，他却觉得我烦。我没说你烦，我说的是你管太多了。两位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？两位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？从前有两个女孩，一个是大小姐，一个是她的侍女。侍女总是觉得一担心大小姐，什么都替她操心她，两人闹了很大的矛盾。后来呢？后来大小姐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一女没有跟去，她每天都给大小姐写信。大小姐这才明白，侍女不是信任她，只是太在乎她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觉得你烦，我只是怕你不开心。我也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你。你刚才讲的故事是沈清慈和婉约？他们的故事放在哪个世界都适用。你真的很适合做 DM， 不只是演绎故事，还能用故事治愈人。你也是啊，我们是搭档嘛。苏念姐，温一安哥，我第一次带本，好紧张。没关系，谁都有第一次。你先看我们带一场，找找感觉。长安城，6月初3。没关系，深呼吸，想想这个角色在想什么，感受什么。想想这个角色在想什么，感受什么。6月初3的长安城，阳光很好，但丞相府里有人在暗中磨刀。谢谢苏念姐。是你自己做到的。记住今天的感觉，以后会越来越好。有人说我们后半段太甜，不够虐。不是所有故事都要靠虐留人，前半段已经承载痛，后半段要给疗愈。但节奏要有变动，甜也要有现实问题，比如身份、审核、经营压力。我可以多学一些现实障碍。不用你主动找障碍，现实会自己来。那这条差评怎么回？感谢建议，我们会继续优化节奏，但不会为了刺激制造无意义伤害。这句像你，像一个合格 DM。明天的活动，上午是老玩家回顾场，下午是新剧本体验场，晚上是周年庆派对。晚上的派对有什么节目？保密，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晚上的派对有什么节目？保密，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3年了，浮生阁从一个小店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你和陆泽宇一起创建的？3年前我们一起凑钱开的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就2间小黑屋，3套剧本。你很了不起。不是我了不起，是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让这个地方有了意义。明天会很热闹吧？很多老朋友都会来。消防通道确认，玩家签到确认，采访区和休息米分开。急救包在前台左柜，退出机制卡放在每个座位下。你背得这么熟？以前出征前也要点粮草，现在只是换成点流程。很好，你已经是现代项目制员工了。有俸禄吗？手续齐全后再谈。陆老板真的很严格。今天不搞煽情助词，先说3件实在的。第一，浮生阁所有沉浸式道具升级安全检查。第二，新人 DM 培训加入心理边界课程。第二，新人 DM 培训加入心理边界课程。第三，穿越时空找到你，正式开工1场，给需要情绪陪伴的人留座。陆老板今天好官方，官方才能活得久。故事可以治愈人，但不能代替现实帮助。我们会把触发预警、退出机制、复盘陪伴都写进流程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很多人没有选择，在这里，我们至少可以给玩家一个安全退出的门。接下来不是求婚惊吓，
是温一安自己的发言，流程我审过，合规。我来到这个世界后，学会了很多规矩：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签合同要看条款，爱一个人也要尊重他的节奏。所以今天我不求你马上答应任何事，我只想问，你愿不愿意和我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？愿意。等我们把身份流程走完，等你愿意，再打开它。这才是现实世界的圆满，这才是现实世界的圆满。怎么样？很美。就很美2个字。我想享受说的话太多了，但都不够。你比我见过的所有风景都美。行了行了，别肉麻了。就这件吧。场地定在浮生阁，泽宇说免费给我们用。嘉宾名单，老玩家们、新人 DM 们，还有我爸妈。苏念，你爸妈会接受我吗？我的身份流程还在办理，过去也无法用现实档案证明。我们按正规流程走，临时登记、社区备案、公益律师见证、工作合规审查，一步一步来。陆泽宇真是个好人。他是，所以你要好好谢谢他。我会的。这款很适合拍照，裙摆大，视觉效果好。我想要能走路方便的。苏念，她不需要被裙子困住。那这款轻便，仪式和敬酒都方便。就是这个。就是这个。好看，也像你自己。这句比仙女下凡强。先生很会夸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别紧张，我爸妈很好说话的。我面对10万北地大军都没这么紧张过。来了来了，快进来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叔叔好，我叫温逸安，目前在浮生阁做 DM， 就是剧本杀的主持人。剧本杀？那能养活我女儿吗？爸，温逸安很厉害的，他是金牌 DM， 收入很好。叔叔，我知道我的条件可能不够好，但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我会用一辈子对苏念好。他是我跨越了整个世界才找到的人，我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。
老苏，你看这孩子多实诚。行了行了，坐下吧，吃饭。多吃点儿，看你瘦的。谢谢阿姨。小文啊，你家是哪里的？我老家很远，父母不在了。那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。我不问你那些解释不清的过去，我只问你以后怎么生活。按这里的规则工作，手续没办完前不越界。苏念有自己的事业，我不会让他为我牺牲。说的好听不难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把登记进度、工作安排、住处证明都带来了，叔叔可以看。准备的挺全。以前我以为真心够用，现在知道，真心也要落在能让家人安心的事情上。真心也要落在能让家人安心的事情上。妈，没事儿。你这次眼光比挑剧本还准。真美。把我女儿交给你了，好好对她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两个人的结合，他们的故事比任何剧本都精彩。温逸安，你愿意娶苏念为妻，无论顺境逆境，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苏念，你愿意嫁给温逸阳为妻，无论顺境逆境，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交换信物。有时会回避，也有时候逢场作戏。成年人的默契，究竟麻痹过去。我宣布，你们现在是夫妻了，新郎可以亲吻新娘。我先声明，我不是遗憾退场的人，我是老板，负责场地、流程和催尾款。但作为朋友，我见过苏念最拼的样子。也见过温逸安从一个连红绿灯都不懂的人，学会尊重这个世界的规则。所以我祝你们，不是永远没有问题，而是遇到问题时还能坐下来好好说话。签合同看条款，过日子也看细节。多谢。这证婚词很陆泽宇，版权归浮生阁。恭喜你们。谢谢你，泽宇，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。别煽情了，好好过日子。泽宇，你也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。温先生的临时身份登记已通过第一阶段，后续还要做社区走访和长期备案，不能急。我明白。工作这边，我们先按培训志愿者和内容顾问处理，等手续齐全再签正式合同。所有收入先走项目账户，不以个人名义发放。这样最稳。原来现实世界的过关比打仗还复杂。但这次我们不用走捷径。那我们继续下一幕。停，温老师，玩家说可以继续。战场上伤兵也会说自己能走，你要看他的眼神、呼吸、手有没有抖。我刚才确实有点喘不上来。先喝水，我们暂停5分钟，要不要离场
您自己决定。谢谢，我想缓一缓再说。记住，故事再好，也不能越过人的承受。你今天叫停得很及时。以前我总以为撑过去就是赢，现在才知道，能停下来，也是在保护；能停下来，也是在保护。这不是负担，是你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。苏念，我在这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生活的人了。你本来就是。苏念老师，你们的进长安和跨越时空的爱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。很多人说你们重新定义了 DM 这个职业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 DM 不只是一个主持人， DM 是故事和玩家之间的桥梁，是角色灵魂的守护者。我们的工作不是念台词，而是用真心去感受每一个角色，然后把这份感受传递给玩家。温一安老师呢？你是怎么理解 DM 这个职业的？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灵魂，当你真正尊重他们、理解他们的时候，你的演绎就不再是表演，而是一种陪伴。难怪玩家们都说你们的演绎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。苏念，苏念，采访稿发出去之后，预约量肯定又要爆了。那就多招几个 DM 吧。小林现在带得很好了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对了，有个事儿跟你们说，有个投资人想投资福生阁开连锁店。连锁？对，他说想把福生阁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城市，你们怎么看？你决定。可以谈谈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不管开多少家店，每一家都要保持福生阁的初心，用真心对待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玩家。放心，这一点我会坚持。有人说你们的新本是在贩卖眼泪，你们怎么看？眼泪不是目的，选择才是。玩家哭，是因为他们看见角色终于把命运握回手里。温先生，你作为 NPC 最看重什么？边界。玩家不是我的兵，我不能命令他们。角色不是工具，也不能只为制造爽点受苦。角色不是工具，也不能只为制造爽点受苦。这听起来不像传统短剧思路。短剧可以爽，但爽点要有逻辑。打脸不是目的，让坏事有后果，让好人有出路，才会好看。这句可以当标题。标题会不会太长？长一点也没关系，有记忆点。苏念姐，我刚才临时加了一个虐点，玩家哭得特别厉害，效果是不是很好？刚才那段让你不舒服了吗？我知道是演绎，但那个桥段太像我自己的经历。我想停，又怕扫兴。玩家怕扫兴时 ，DM 更要先看见。对不起，我只想着效果。试运营先不对外开放这一版，加的虐点全部撤掉，重新测。今天这场不是为了骂人，是为了记住底线。DM 不是逼玩家哭的人。那怎么判断一个桥段是不是注水？看他有没有推动3件事：人物关系、剧情信息、情绪变化。3样都没有，就是注水。如果他只是在折磨角色，好让观众多哭一会儿，也删。甜蜜日常呢？甜蜜日常也要有功能，让观众看见他们如何相处，如何尊重彼此，而不是只摆拍。我们逛街那场保留，是因为我答应先活好再找他。对，每一场都要有为什么。原来短剧不是越长越好，是越准越好。今天那个新人会不会被吓退？若他只是想要哭声，会退；若他想学会保护玩家，会留下。那你呢？第一次学现代的暂停，难不难？难。但我很庆幸，
这一次没人需要用牺牲证明勇敢。这就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事。那就做一辈子，我陪你。1年开20家店，我们出钱，你们出品牌，越快越好。电影也能做，只是现在结尾太温柔，市场更喜欢强刺激，比如让温逸安再死一次，苏念再崩溃一次。你们想买的不是故事，是眼泪。你们想买的不是故事，是眼泪。观众就吃这个，虐点越狠，传播越快。可我们不是为了让人再死一次才把故事讲出来。商业要效率，标准化、快复制、强营销，才有规模。规模可以谈，底线不能卖。陆老板，情怀不能当饭吃，但把玩家情绪当耗材也不是长久生意。我承认，那份投资很诱人。如果拿了，福生阁会变成虐点工厂。曾经的晋长安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被推向痛苦，好像痛苦越多，故事越值钱。所以我们拒绝快扩张，先做手册和培训，也暂时不拍电影。我们把真实经历写成体验本，让玩家参与选择，而不是坐在荧幕前消费伤口。慢一点，干净一点。我负责把拒绝信写得体面，你们负责把新本写好。新本不叫罪虐爱情，叫每个人都有一次改写结局的机会。标题太长，但方向对。姐，温老师把退出机制写了10页，太长没人看，军令短了怕漏。现代流程要清楚，也要好执行。3层，玩家数值1页 ，DM 手册10页，内部培训详细版。DM 手册10页，内部培训详细版。那开分店呢？先试一家，不追速度。北京也不能一夜扩军，人没练好，旗子插得再远都守不住。这就是福生阁的新规矩，故事可以红，底线不能红。所以你们要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杀。对，不是消费伤口，而是把每个角色的选择写清楚。玩家不是旁观者，是参与者，他们要亲手做选择。可以，但安全提示、退出机制、复盘流程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写进第1版。第1幕，穿越，玩家扮演苏念，醒来发现自己在古代的床上。侍女端着药进来，玩家需要决定喝不喝，还是先问。如果玩家选择直接喝呢？那就进入失败复盘，告诉他勇敢不等于莽撞。你现在很会做 DM 了。老师教得好。卡住了。不是卡住，我突然明白，这一幕不能让 DM 替他念答案，要让玩家自己说出不下。这一幕不能让 DM 替他念答案，要让玩家自己说出不下。对，我们改的是机制，不是台词。若玩家说不出口呢？那就让沈清禅给玩家时间，角色也可以等人。这版能上，但先小翻规则，别急着满场拍。慢一点，干净一点。你说你经历了17次循环，每一次都看着所有人死去。是，但这一次不一样，因为你来了。苏念姐，这个本太厉害了，我演着演着就哭了。确实，虽然我知道你们的故事，但亲身体验还是不一样。那就说明可以上架了。文逸安，你说玩家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故事吗？能，因为这个故事是真的，真实的情感永远比虚构的更有力量。我希望每一个玩过这个本的人都能相信，爱可以跨越一切距离。他们会的。爱可以跨越一切距离。他们会的。欢迎来到穿越时空找到你，这是一个关于选择、等待和重逢的故事，它来自真实的情感，也会交到你们手里。听说这个本很催泪，会哭，但不是为了哭。你们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角色能不能走出原剧情。那有没有标准答案？没有，只有你们愿意承担的答案。最后他真的跨越所有阻碍去找他，我哭死了。我最喜欢的不是重逢，是他们都先学会了好好活着。对，爱不是把人困在原地，是让人有勇气继续生活。白玉簪是真实道具吗？它是这个故事的锚点。对你们来说，它是道具；对角色来说，它是承诺。我最喜欢李承泽那条线，
他没有突然洗白，而是交出暗令，真的改变行为。这是我们这次重写的重点。还有沈清辞退婚，他不是被女主救走，是自己说出口。他本来就有这个力量，只是以前没人听。他本来就有这个力量，只是以前没人听。所以这个本后劲很大，不是哭完就完，是会想自己有没有被困在哪个原结局里。这就是我们想做的。那我可以写长评吗？长评是什么？现代奏折。那请务必写实。这个月的预约量是上个月的3倍，而且好评率100%。真的？真的，很多玩家在网上写了超长的体验报告，说这是改变人生的一场游戏。玩完这个本之后，我鼓起勇气跟暗恋了3年的人表白了，因为我相信，爱值得跨越一切距离。太好了。我和父亲冷战了2年，玩完这个本之后，我给他打了电话，我们和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。温一安，你后悔来这个世界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后悔来这个世界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在那个世界是镇北王，万人之上，在这里你只是一个 DM。苏念，在那个世界，我经历了17次绝望，在这里，我每天都很幸福。你觉得我会后悔吗？不会。而且，在这里我能做的事，比当镇北宫更有意义。我保护的不再是一座城，而是每一个走进浮生阁的人的心。现在预约排到2个月后，但我不建议无限加长。DM 会疲惫，质量会掉。将士也不能日日上阵，所以涨价？不急，先开放公益名额和普通名额分流，商业场保证成本，公益场不做噱头。公益场谁来带？我们轮流，但每场必须有复盘和退出机制。我负责预算，你们负责内容，别让我亏太多。你们负责内容，别让我亏太多。陆老板嘴硬心软，这句不要写进宣传。这是谁写的？宣传公司给的，说这样转化率高。删。不只是删海报，今天试营业先暂停10分钟，我们把宣传口径重过一遍。可是外面已经有人排队了。宁愿晚开门，也不能用错误的承诺把玩家引进来。这一幕马上就到高光了，要不要再坚持一下？停戏。谢谢，我不是不想玩，是刚才那段有点顶不住。你可以休息，也可以退出，费用按未完成场次退，你不用为任何人的进度负责。对不起，我怕影响开业评价。对不起，我怕影响开业评价。评价重要，但底线更重要。今天这场即为培训事故，不公开营销。我改成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改写结局的机会。这才是浮生阁。分店不是复制招牌，是复制底线。开业推迟1周，我来承担宣传损失。你们把流程重新练熟。我明白了，快不是本事，稳才是。欢迎真正加入浮生阁。奶奶好，爷爷好，你们想玩什么本？姑娘，我们想玩那个跨越时空的爱，我孙女推荐的，说特别感人。好的，请跟我来。他跨越了漫长的岁月，只为了再次握住她的手。老伴儿，咱们也是这样，我追了你3年，你才答应嫁给我。你这老头子都50年了，还提这个？50年了，我还是觉得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姑娘，我们年轻时也分开过几年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只有信。后来等到了吗？等到了，不是一直站在原地等，是一边生活一边等。等到了，不是一直站在原地等，是一边生活一边等。
这句话我懂。所以你们也要好好过，别把相爱过成互相亏欠。谢谢奶奶。我们50年后也来玩本，到时候你还当 NPC？ 当，只要你还当 DM。一定会。苏念，行业协会邀请你去做年度演讲，主题是 DM 的职业价值与行业未来。什么时候？下个月，你去吗？去。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，DM 不只是一份工作，是一种使命。我陪你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念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DM 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人觉得 DM 就是念台词、控节奏、带流程，但我认为 DM 的本质是故事的守护者。每一个走进剧本杀的玩家都带着自己的故事，他们可能刚失恋，可能跟家人吵了架，可能对生活感到迷茫，而我们的工作就是用故事的力量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他们去感受、去思考、去治愈。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让我真正理解故事的力量的人，他让我明白每一个角色都有灵魂，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3家分店盈利稳定，但我不想再开太快。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最缺的是能理解核心的 DM， 不是门店。我们可以做线上培训，但考核必须线下。像练兵，纸上学真法不够，必须上场演练。温老师，现代管理词汇可以更新一下，可练兵最准确。那就叫实战演绎评估。这个能写进 PPT。PPT 是什么？现代军报。懂了。吃早餐了。你现在做饭越来越好了。学了1年了，总不能一直让你做。好吃。温一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以后要孩子吗？你想要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有时候看到繁生阁里那些年轻的玩家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们有孩子，他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不管怎样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要，我们就你不想，我们2个人也很幸福。先不急，等我们再想想。好，不急。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好。以后会更好的。今天去医院了，例行复查，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。我知道理智上不用，但身体会先记得失去。那我们慢慢让身体也记住。我回来了，你也来了。好。明天陪我去复盘新本。当然。后天陪我睡懒觉。这项我最需要学习。温将军，睡懒觉不用写计划。第一次，还是稳妥些。内容平台想做浮生阁专题，记者是林晓，他不会挖你们隐私，只拍经营和剧本创作。我看过你们的新本，想聊的是神境式内容如何保护玩家。可以，但不写穿越，不写猎奇，也不把玩家的眼泪当卖点。明白。我会提前给你们确认稿件事实，不改你们没说过的话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找他。陆老板终于找到了靠谱合作方。我一直很靠谱。这一句我可以写进采访吗？这句不用。这一句我可以写进采访吗？这句不用。泽宇经常说，浮生阁最难得的是你们彼此信任。我们是创业搭子，也是朋友。对，别给我乱加感情线。我在这个故事里负责开店、审合同、泼冷水，也负责在关键时候帮忙。这句可以保留。
为所有认真生活的人，也为所有不被误写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做新人培训。小林真的长大了，还记得他第一次带本紧张的忘词的样子。他现在比我们当初都厉害。那是因为他有好师傅。是你，你是最好的师傅。是我们。5年了。 5年，从2间小黑屋到5家店，从一个人的故事到无数人的故事。还有什么计划？继续做我们在做的事，用故事治愈人心，用爱连接世界。用故事治愈人心，用爱连接世界。够了，这就够了。从第1间小黑屋到现在5家店，真的像做梦。不是梦，是房租、排班、审核、培训和无数次犯工换来的。陆老板破梦大师。但他说的对，圆满不是白来的。那下一步呢？不急着开第6家，先把每家店的原创本打磨好。我还想做一个创作者扶持计划，帮新人写不靠低俗刺激也能好看的本，可以叫新结局计划。好听，名字先记下，预算后算。陆老板真的永远现实，现实才能让理想活久一点。在写什么？给青瓷姐姐写信。写信？她能收到吗？不知道，但白玉簪是锚点，也许能把一点平安送过去。青瓷姐姐，我在这边一切都好，温逸安也在我身边，希望你在那边也一切顺利。你的书我一直记得。别写太多，别写太多。你怕影响他们？我们只能问候，不能替他们继续改路。温逸安，你快来看！桃花，是长安的桃花。他收到了，青瓷姐姐收到了。还有字。他们都好好的。都好好的。既然信能过去，我们要不要写很多封？先不要，白玉簪只能传平安物品，不能传人，也不能传会改变命运的信息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我试着写朝堂小心，字还没落下，簪子就暗了。所以他只允许问候，不允许干预。所以他只允许问候，不允许干预。青瓷有青瓷的路，李承则有李承则的朝堂，林墨和婉月也有自己的日子。我们不能因为想念就频繁敲门。那1年1封，1年1封，报平安，不干预，像朋友之间的问候，也像2个世界互相尊重。你真的学会边界了。因为我曾经差点被执念困住，现在我想把爱写得轻一点，长一点。5年前，我在这间小黑屋里经历了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事。我穿越到了一个剧本里，改写了所有人的命运，然后遇到了我这辈子最爱的人。每一个故事都有意义，每一次相遇都不是偶然。你们每一个人走进浮生阁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成为了我们故事的一部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让我们的故事有了更多的意义。谢谢你们让我们的故事有了更多的意义。温逸安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吗？记得，我戴着帽子，拿着白玉簪，紧张的手心出汗。我也记得，你说遵守约定来找我了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那是我这辈子说过最重要的一句话。温逸安，谢谢你来找我。谢谢你等我。5年了，你们俩还在这里煽情。陆老板不也还在？我是来检查店员的。多谢你这5年。别突然转重，我不习惯。若没有你，我来这里第1天
可能已经被当成异常人员处理很久。你本来就挺异常。但你们让我相信，一家店也可以认真对待故事，这个回报比赚钱还难得。那明天继续开店？当然，情怀归情怀，预约满了不能退。你好，我们预约了穿越时空找到你。欢迎来到浮生阁，第一次玩沉浸本吗？第一次玩沉浸本吗？第一次。听说这个本很催退，但不是纯虐，会有遗憾，也会有选择。你们不用追求标准答案。那最后是 HE 吗？是，但不是没有痛苦的 HE。有人离开过，有人等过，有人走了很远的路才重逢。他们没有抹掉痛苦，只是没有让痛苦决定余生。这是一个关于女孩、将军和一群角色的故事。他从一个写好的悲剧开始，但故事里的人没有停在悲剧里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做选择。每一个选择都会让故事往不同方向走。请记住，原结局不是唯一答案。每一个角色都有灵魂，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今天这批玩家复盘了1个小时，还问有没有下一季。生活不是下一季，是明天继续。明天也继续开门？当然，预约满了，情怀不能迟到。我们把故事还给他们了，也把余生还给了自己。